欢迎回到新闻大白话，我是张宇轩。就在 APEC 峰会上，这个拜习啊，可以说是中美两样情。怎么说呢？我们先来看看习近平，包括日本跟韩国，过去大家讲，不是美国的好伙伴吗 ？No， 现在全部都抢着要见习近平。先来看到这个，习近平跟岸田文雄呢，现在讲说，我们会共同寻求合作，来解决福岛核污水的方案。与此同时呢，这个在 APEC 叫做场边会谈，等于是说呢，中国跟日本两个国家呢，特别的在场边另行开辟会议。而对话的过程当中，除了谈到这个核废水之外，还讲到了日本食品的禁令。不过对此呢，中国踩得很硬，说措施是正当合理的。这个毛宁讲说，各国采取相应的措施完全是合理而且必要的。同时，会见完岸田文雄之后，央视也表达了他们的善意，说会同意并且适时的举办什么中日经济高层对话。但与此同时，不只是日本，另外一个跟美国交好的南韩尹锡悦也跟习近平进行短暂的交流，大概握手致意了3分钟。谈话完之后呢，便行离开。但与此同时，美国呢却非常害怕，怕什么？怕被挖墙脚。所以没看到这个拜登呢，还特别的跟尹锡悦跟这个岸田文雄呢进行多边会谈，而闭门的形式呢，大概时间只有10分钟左右。他甚至讲，多亏了这个日本跟韩国这个尹锡悦跟岸田文雄来减轻我作为总统的负担，甚至邀约岸田2024的时候呢，能够到美国去访问。不过呢，却发生一个意外的插曲，是什么？就是这个日本首相呢，为了要让入拜登，什么意思？拜登的车队浩浩荡荡的经过，所以呢，让他必须要说什么？苦等20分钟，因为拜登这个时候人是下车慢慢走的，所以岸田文雄那个时候的状况就是他刚好要去酒店跟尹锡悦会面，结果这个交通阻塞的原因竟然就是拜登本人，因为他封锁了道路，所以人家在讲啊，说难道这个日本跟韩国真的被拜登当成小老弟吗？挥之则来，呼之即去甚至呢还发生一个更令人感到尴尬的场面，这是什么？因为呢，原本他们有一个印太经济框架，在 APEC 底下这个 IPEF 这个子会议，结果拜登竟然做了一件事情，他迟到了1个小时，是为了什么？我们看一下画面。Sorry to keep you waiting. It's my fault. It's my fault. I was on the phone. 哇！让10几个国家、14个国家各国领袖等候，竟然是在讲电话。到底跟谁讲电话？这通电话这么重要吗？只见拜登一进到会场之后呢，还很尴尬摸摸鼻子，显然自己是有点不好意思。不过后来结果这个会议也没能够顺利的达成贸易协定。这14国领导人呢，虽然说就部长级会议成果发表声明，而这个声明里面宣布3大经济支柱，但最关键的是什么？贸易啊！贸易没有任何的协定，但是呢，包括他说习近平的演讲反而是令这个美国的商会为之振奋啊！为什么？因为雷蒙多就说了，许多与会者呢都很希望能够去中国做生意，抱有浓厚的兴趣。甚至马斯克 Elon Musk 他也在呢微博上分别发布跟习近平握手的合照，还说希望所有人都能繁荣富足。苹果的 CEO Cook 他也讲了，我一直能够感受到中美之间的友谊啊，两国元首能够对话是好事，所以现在所有人都希望能够中美之间和气生财。而14年来却发生一件事情，过去大家讲中国是持有美债的最大持有者，但现在这个减持减仓，剩下竟然不到8000亿美元啦。等于是说呢，中国虽然在经济外交上，美国呢不断的释出善意，但对于这种经济上实质上的持有美债却是在步步退缩，但中美大门现在敞开了。美国表示说什么？说我们绝对没有这个意思，无意来去抑制中国的经济发展。包括雷蒙多，包括王文涛也会定说会在明年初进行会晤。美国呢虽然在持续强调说，捍卫国安啊，我们这个不容妥协，但我们绝对没有要制裁中国的经济。与此同时，习近平也做了惊人之举。这个举动是什么？
熊猫外交。他说，我们那个熊猫外交呢，要对美国同样的再送出我们的人民友谊大使，愿意与美国进行共同的合作，透过保护熊猫这个合作来开始。而白宫的发言人 Kobe 也说，对我们绝对欢迎呢他们过来。而大陆外交部则是释出相对应的善意，表达说，只要这道大门打开了，中美的大门打开了，就绝对不会再关起来。所以回过头来，想先问谢大使，您怎么看？如今在这个 APEC 会议上，习近平跟拜登两人好像此消彼长啊，在国际的影响上。对，现在就是说，这主要外交要看自己本国国内的状况了。你如果军强马壮哈，粮草充足啊，国内都很团结啊，万众一心的话，那你做外交的时候，你就底气很足。然后如果说你又是世界经济第二大国的话，你的市场不断的提供很多各国投资啊，跟这个销售的机会的话，那你的这个底气就更足嘛。那如果说你国内面临大选了，你这个总统啊也不晓得选不选得上，对不对？明年要大选了，美国要面临大选，然后呢，你的经济啊赤字创历史新高，33兆、34兆美元，对。然后你要跟别人伸手借钱，你要别人买你的美债。那内部的话，这个要开会的话，你那个会场啊，又要把8000个游民哈，要把他赶走，然后呢，然后要美化市容。如果是这个情况的话，那你就没有底气。这个是很现实的，这很现实的。所以这一次事实上的话，你就可以看出来，中国大陆这个那个习近平他是高姿态到了美国。对，而且以这个王毅在这个会议后的，他就说习近平跟这个拜登的会后以后，他做的吹风会里面啊，他说他这次的有3重意义，第一个是战略意义，就是说这一次习近平到美国来，首先是要参加跟拜登的这个总统的应邀来参加元首会晤。那说有美国很多媒体称作这叫高峰会议也非常的正确。那其次他才参加 APEC 的，对，所以 APEC 的部分其实是这个是不是主菜？那可能是也不算前菜，可能后面的这个甜点啊或者水果。那所以就气势上来讲的话，习近平就非常非常强，而且习近平他这次他除了跟拜登见面一样，他还举行了一场演讲会，大概300多人啊，300-400人啊，要花很多钱去买票。跟他坐一桌还要4万美金一张票，然后更妙的是几乎全部都是 CEO， 然后美国大企业你不要点名，大概都到齐了，都到齐了，参加他那一场这个晚上的这个晚宴演讲会。那习近平发表的那场演讲大概有40分钟，非常长。那下面就不断的掌声啊，我想雷蒙多代表美国政府也去了，我觉得他在上面一定心里有一个感想说。哇，如果是拜登办这个演讲会啊，搞不好人还没有习近平多了。那为什么呢？就是说企业界他看到的是利益啊。你美国政府的话，你不能够给美国企业大规模利益的话，只能说你只是说你可能会在后面抓我小辫子的话，那他看到还是利益啊。对，所以习近平去的都是利益啊，所以就变成就是说这一场等于说世纪之会啊。那是受到各方的瞩目。那拜登说实话现在是千头万绪啦，然后过去美国又是世界盟主嘛，养了很多小弟所以事实上的话，他这个 IPEF 啊，事实上是美国主导的一个什么经济合作协议他可以迟到1个小时，我老天哪，14个国家元首等他一个，那说穿的就是什么？他根本没把那其他的那些国家元首当作放在眼里上来就一句话，对不起，我在接电话，就这样。然后更妙说，他只待了30分钟就走了，所以别人一共待了1个小时30分，他只待了30分，这个节目就30分钟就草草了事。所以你看，做美国小弟就这种下场，难怪没有任何的协议。对，没有，所以这个本来也不会成功，因为他就是要别人都配合美国。对，那现在美国又拿不出这个要足够的怎么样？回报，那别人要替美国人来两肋插刀，这个本来就是没有，而且我看就拜登来讲，这个都不是重要的事情了，哪有说迟到1个小时的？
让其他那么多国家的元首，这还不是小国呀？对，那么尹锡悦不是自尊心很强的吗？那还有这个岸田文雄，对，都在那边站在那边等他，真的蛮难看。那个越南的总理也都在那边等他1个小时，真的是很难看。那说穿了，你看他接待习近平的时候，他是稳稳的站在那个地方，等习近平的车子到了以后，走上去，然后呢，2只手跟习近平握手。所以呢，国际间真的是很现实，就是一个有实力你就吃香喝辣，你就坐头等舱。那些在当人家小弟当跟班的就在那边被老板放鸽子等1个小时，然后30分钟匆匆结案。所以季将军你怎么看现在日韩我们讲这2个这个原本应该说是美国的小弟，会不会真的改弦易辙，慢慢的往中国大陆这边去靠拢？日韩这边往中国那边靠是必然的嘛。你看像岸田文雄在这次会议里面跟尹锡悦2个就积极的想要跟习近平见面嘛，还有一个国家要跟习近平见面，但习近平没有见。小马可是非洲的菲律宾的。那我讲 IPEF， 我想起来这个事情真的很感慨，你知道为什么30分钟就结束？你知道，因为最早的时候这东西叫做什么？就是叫 TPP。为什么会有 TPP 呢？是因为这个亚洲这边中国主导一个 RCEP 嘛，大家都知道，目前已经达成这些东协这些国家都已经达成一个零关税一个协议，那形成一个贸易体了。那在奥巴马那时候觉得说，美国不能没有我美国啊，对，所以他提了一个 TPP， 就跨太平洋的一个经贸一个协议。可是等到川普上来了，他发现说 TPP 对我美国来讲是吃亏的，要有开放市场，要降低关税，我吃亏了，我不要参加，他就退出。退出以后，就日本就主导这个 TPP 改成 CPTPP。我们都知道最近就是中国在去年要加入嘛，我们台湾也希望能够加入。对，结果在这种状况下，拜登上来以后发现不行啊，在这种状况下。又没有我美国的角色在里面，我不能放弃亚洲这一块的这个影响力，所以他就提出一个就是 IPEF， 就是跨太平洋的一个合作协议，那他要加入这个角，但是问题是说，你提这个协议之后，这个所有国家都一样。你提出任何一个经济框架，你最重要的2件事情，第一个，你市场有没有开放？对。第二个，关税有没有降下来？当你这2个事情都没有做到的时候，你说我们在别的地方我们来谈，那其他国家就兴趣缺嘛。但是只有一个国家很有兴趣，哪一个？就是我们台湾。对，那时候这个蔡英文就骗我们说，我们吃来猪以后，我们就可以加入 IPTF。那时候我想，谢老师应该还记得有这个印象。但你知道我们台湾多可怜，你知道，连这个都不让我们加入，美国都没有帮我们加入，因为他顾虑到说其他国家，如果你台湾加入的话，其他国家可能会加入意愿就不高，所以连我们来猪吃了半天也没有加入，最后只有让我们搞一个什么东西骗我们呢？就台美21世纪贸易倡议，对不对？搞一个这个东西，那作为蔡英文的大内宣，事实上到现在为止也没什么一个具体的内容，甚至于说我们台湾不要的东西，他硬要推给我们；台湾想要的东西，他不给我们。这是台美贸易倡议，这是我们台湾现在就是处于跟美国当美国小弟的一个悲哀的一个情形了。斌哥。我觉得岸田文雄有点太天真了，以为跟习近平聊聊天就可以让他的水产这些就进去，你想太多了，因为这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嘛。除非日本愿意开放，让中国大陆进去直接检验，不然的话，他怎么可能让你一直这样排放下去呢？所以我觉得不要以为说去跟习近平吃个饭、见个面，就像赖清德一样，我跟他吃个晚餐就可以解决事情，这是不可能的嘛。但国与国之间还是要靠实质的东西嘛，你没有办法提出实质的东西来，恐怕不是单纯开个会聊个天就可以解决问题了。所以为什么大家都说这一次 APEC 拜习会，实际上你说很成功吗？也没有很成功，就是双方只是达成了我们会恢复军事沟通管道，然后在反毒方面大家成立工作小组，那其他基本上没有达成什么协议，没有具体，对啊，基本上没有什么东西啊。那问题是这一次习近平去到底有没有收获呢？我认为他收获满满，收获满满在哪里？就是这句话，就是雷蒙多的说，很多商人还是想要跟中国大陆做生意，就是这样。你有这句话就够了。我一直认为习近平这次去 APEC 最重要的就是跟这些商界的人吃饭这件事，因为让更多的美国的商人了解中国大陆，然后愿意跟中国大陆合作，愿意去中国大陆投资，这个就是习近平最大的目的，因为他一直强调要从民间去改变，而不寄望于美国政府。所以我觉得这对习近平来讲，这是最大的成功。那反观拜登有没有从 APEC 获得什么东西？他除了能够跟习近平重新恢复军事沟通管道之外，
然后讲反毒工作小组那个还有的扯，我觉得那个东西未必是美国想的那个样子。那问题是你的这个 IPEF 根本不可能谈得成，然后其他的东西你看起来也没有获得什么具体的东西，然后还得罪了这么多的国家，我真的不知道拜登这场会到底得到了什么。好，休息一下，进一下广告。欢迎回到新闻大白话，我是张宇轩。如今以巴的战场战火持续扩大，由北往南打了吗？现在以色列强调说，我们已经夺取了加萨港的营运控制权，并且强调北部的军事系统基本上都已经被我们给摧毁了，这些哈马斯的系统，而且相关的画面当中，你也可以看到，几乎除了医院之外，全部都已经成为一片焦土。但现在以色列要求什么？说加萨现在赶快撤离南部的4座城镇，甚至用各位你看到这个空投的方式说，你现在这个社区啊，因为有恐怖分子的关系，为了安全赶快去避难，等于是在宣告这个战场从北部我们要往南部去推进了，包括加萨走廊南部，连以色列的发言人哈加里，以色列军方的发言人都已经强调了这件事情。但现在因为加萨通讯中断，所以联合国援助也被迫终止了。现在大家害怕的是什么？报道说，哇，这些空袭啊，甚至还让法新社，因为这个法新社为什么会遭到参议院的传唤？他们质疑说，你这个法新社是不是存有反以色列的背景，甚至存有反以色列的偏见？但现在对于平民伤亡，其实才是世界各国，包括联合国，大家最关注的人道事件。现在连以色列自己都承认了，说纳坦雅胡说什么，我们已经尽量在避免这个平民伤亡，可惜努力未能成功。甚至连以色列的总理幕僚纳瑞嘎可夫都说，我们要求民众再度迁徙，我知道对许多人来说并不容易，但我们不想要看到平民卷入战火。但这一路从北打到南边，而平民一迁再迁又迁，难道真的有地方去吗？所以就连这个加萨的小女孩都泪崩了，说我和妈妈她怎么讲的呢？立刻来带你来听一下这个小女孩的说法。إذا متت مع أمي كان أحسن ما أشوف يعني العذاب هذا والمر هذا اللي بشوفه المأساة هذه اللي بشوفها اللي كل حاجة عندي كليتهم يعني كل اللي كنت أعزهم وأحبهم كليتهم راحوا。看到这个小女孩声泪俱下，就连欧盟外长都出声了。他说什么？说以色列冷静啊，不要被愤怒吞噬掉。而南韩的反战人士也为了声援巴勒斯坦，摆设了上千双鞋，就是要纪念平民哀悼这些平民不幸的丧生。但以色列却持续的公布证据，说什么？说我们为什么要去打这些医院呢？打这些地方呢？是因为哈马斯把这些医院当作成据点，甚至在里面查获了非常多大批的一个军火。但对此，包括拜登现在可是陷入两难了，一边是人道，一边是以色列。英媒就报道了说，这个拜登在记者会上谈到了以巴人质的问题，结果竟然被台下的布林肯给制止啊！我们看一下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We've gotten great cooperation from the Qataris. I've spoken with them as well a number of times. I think the pause and that the Israelis have agreed to. It's down to, well, I'm getting too much detail. I know, Mr. Secretary, I'm going to stop. 哎呀，一不小心又说了太多，只看到布林肯的头摇啊摇啊摇啊摇，拜托，拜登总统别再说了。但如今现在美国各地对于支援巴勒斯坦的相关团体都在四处抗议，烽火遍起。一下是在这个我们讲交通繁忙的地区占领旧金山的大桥，一下是到了哪里？到了华府啊，去民主党的这个全国委员会总部外，也是要求停火。所以现在美国国内民意感觉也产生极端的分歧。回头起来问一下谢大使，对于现在整个包括我们讲以色列持续的准备往南部进攻，您怎么看待后续的发展？基本上他就是要追杀到最后一个这个哈马斯啊。
可是这个现在看起来它是不计代价的。对，那到底是不是也要把平民一起赶走呢？对，那这个就是很大的一个疑问了哈。当然，它的战略目标现在在北部加沙就是一寸一寸的推进，然后把全部铲平嘛。对，然后一直在赶这些平民。那平民说实话哈，照国际人道法跟国际法的话，在任何的状况下，没有任何理由你可以攻击医院，即使是有敌军躲在里面，你也不能攻击医院。这是很清楚的一个基本的一个原则，那是神圣不可攻击的。对，你不能说啊，你里面有军人，我就要进去打，这个理由也不成立，那是绝对不可侵犯啊。可是就是说，西法医院最多时候曾庇护了6万巴勒斯坦难民啊，那是巴勒斯坦北部的这个难民的唯一的可以栖身就寻求活命的一个机会。那如果说以色列是基本上连这些平民他都不愿意他留在加沙，尤其北部的话，那他就会攻击这个医院。攻击这个医院就是要把这些平民想要留在加沙的最后一线希望，也把它怎么样，也把它给它消除。所以就很残忍的攻击这个医院，因为这个医院先是被围起来，对，然后呢，就这个急诊室跟手术室都被军人直接去攻击。造成2-3个医护人员的死亡，当场死亡那也没有抓到这个哈马斯到目前为止，以色列军队唯一展示的证据就是说，他们在西法医院找到了几把 AK-47步枪，然后呢有一些军服，然后呢说有一些弹药。那这跟你声称的是哈马斯的总部是不是差距太大？所以在西方他们就说。大家就说，你说哈马斯用医院作为指挥中心这个你必须要用实际的证据来证明。现在大家就要他这样做。那我觉得以色列事实上的话，你要看他过去建国历史6次，这是第6次战，5次战争，他从来就是不把国际的这个舆论国际社会干预当一回事的，从来没有过。那今天说实话，很多人美国前2天拜登也讲两国论两国也不是两国方案好了，就是说巴勒斯坦有他自己国土，而且那个联合国认定的巴勒斯坦国土就是现在的加沙走廊，对，跟约旦河西岸，还有东耶路撒冷。可是，在过去这个两国方案出来以后，以色列从来没有停止一天向这些地方怎么样进展。东耶路撒冷现在有一些巴勒斯坦家族经过法院的判决已经把他赶出去了。然后呢，这个约旦河西岸呢，每天都在进行什么？就是说屯垦，已经屯垦了70万以色列人。这原来照联合国讲，应该是巴勒斯坦的这个领土。那加萨走廊呢，事实上是最难处理的，因为这个地方只有345平方公里有200多万人，这不是原来就住在加沙走廊，是从各个地方打仗的时候把他们都挤到那个地方，然后这个地方住了220万人，然后以色列没有办法，因为这里面这些人都是难民，本身就是难民用一条高墙把它变成世界最大露天监狱。那这次这个发生这一次冲突以后那以色列对以色列的历次建国来讲的话，都是一次怎么样确保他的国土继续里面这些非以色列人把他赶走的一次机会。所以你去看他打这个西法医院你真的很怀疑他到底是要是抓哈马斯呢，还是把这些所有的平民通通赶走。现在看起来有点像他要把平民通通赶走的样子。所以现在这个从北方往南方的这些平民到了南加萨，现在呢以色列开始又打南加萨了，已经在南加萨的5个城市又空投传单，说因为军事行动请你们这些平民赶快离开。他能往北边走吗？北边已经不行了，再往南边走所以就是不断的这种切香肠，那最后可能他的目的就是怎么样？就是在加萨走廊把它全部清空掉。那这个部分我觉得以目前的以色列的用兵跟他的这个一步一步的这种推进的方式我觉得这个是最符合我觉得这个判断应该是最符合以色列过去1个多月用兵的方式。
将军你怎么看？现在以色列这个策略步步进逼哦，而且完全丝毫没有要退的感觉。您觉得说真的有办法发挥效果，能够如同他们预期彻底扫除哈马斯的团体吗？我想说，我先用军事的角度来看以色列这个国家，它其实它的国土这个根本就没有什么战略纵深，其实它暴露在危险的状况之下，四周都是敌人，大家都很清楚，所以它一定要就它国家安全领土来讲的话，它一定要扩展它的领土。那如果说从这次军事行动上面来看的话，其实它完全符合军事上作战的一个原则，叫做什么？区分击灭，对不对？各个击破。区分击破什么？就是你先要占领中央位置，对。然后占领中央位置以后，把你的敌人区分为2个部分，然后我集中兵力先打我主要敌人，之后再打次要敌人。所以你看他现在一开始他就是用兵，我一看就看得出来。一开始他从中间先穿过去，分为南北2个加萨，对。然后置重点在北部加萨，全力攻北加萨。北加萨大概现在战斗到现在，他们不是说辛瓦，但就是哈马斯的主要领袖已经被这个围困在里面了嘛？他现在开始转用兵力到南加萨，所以南加萨以后打完以后，可能我跟你讲，这场战争他目的其实不只是加萨，他后续我那天就先预言讲，我说再来就是约旦河西岸，他一定要占领约旦河西岸，之后是葛兰高地，他整个要把它拿下。虽然说那是叙利亚的领土，可是他一定要，因为那是他的战略要点。他如果说那个地方控制在叙利亚手上的话，他整个以色列来讲的话，就像我们林口台地对台北市一样，在那边上面架门炮打你台北市哪个点都打得到。葛兰高地对他重要性是这样。那目前来讲，他各占一半，所以他紧接着下来，这个约旦河西岸拿下来以后，他整个拿戈兰高地。戈兰高地还有一个很重要，就是它的水源从那里来的，所有水从那里流到约旦河嘛，再流到死湖嘛，那是它主要的水源来源。虽然以色列现在国家很进步，它有海水淡化机，但是水对它来讲，天然水还是最重要的。那我是觉得说，你后续你接着看，紧接着它是南加沙完了约旦河西岸，就是我讲的各个级面，然后完了就是葛兰高地。它这次来讲可以说一不做二不休，我就整个彻底翻脸弄到底。其实历史上有很多的暴君。我必须要讲说，你可能这次来讲跟以前不一样，以前可能只有电视上的媒体会转播，对，或者是说报纸上面，但现在那个媒体很发达，手机大家都看到你在做什么，所以你会怎么样？你会赢得战争，但你会失去和平。对你这些哈马斯这些成员，甚至于真主党啊这些，他目前我打不过你，我没有办法，我不能组织统一战线，但是这种仇恨是埋在所有的穆斯林这些他们兄弟会心中，所以你永世你得不到安宁。那以前有一个匈奴王啊，暴君，大家给他外号，欧洲给他外号叫做上帝之鞭，因为他到哪里杀到哪里。我跟你讲，纳坦雅胡现在叫做上帝的屠刀，对不对？他现在做这种东西就是要类似上帝的屠刀。我是替这个巴勒斯坦人感到很悲观呐，觉得他们可能根本没什么生存的希望，因为埃及也不愿意开放口岸了。对，那这种这样可能在加沙那边就整个被种族清洗了。所以当现在以巴陷入战局的时候呢，美国也陷入他自己的舆论战争。所以彬哥你怎么看？感觉现在美国内部的声浪也摆不平，不管说支持或反对以色列的人，也让拜登焦头烂额。我觉得拜登有点怪，就是他刚刚我们提到了，他会议让人家等了1个钟头，到底在商量大事还是他身体出状况？然后这一个对布林肯其实不止一次在台下做动作。前2天那个习近平的时候，有记者去问那个拜登说那个习近平是不是独裁者的时候，那个布林肯也在那边头受不了。那拜登这一次 ，OK， 你看到了布林肯的指示之后，你自己转移话题就好。你还直接讲出来，对，直接告诉他，我讲太多细节了，我知道了，国务卿先生，他是不是已经失去了意识能力，或是某一些克制能力？因为这样子是有点奇怪的。我觉得拜登的健康状况，我一直都蛮忧心的，因为他好像每隔1-2个礼拜就会出一次这种问题。我觉得这个蛮恐怖的。这世界第1大国，这不是开玩笑的。那欧盟外长说以色列要冷静，不要被愤怒所吞噬。我觉得欧盟外长人家冷静的很，是你要冷静，你不要被情绪所蒙蔽了。以色列现在非常冷静的在进行的灭绝计划，对，人家非常冷静啊。刚厉将军不是告诉你们，人家战术战略都摆得清楚的很，先把你1分为2，先清除北边，北边清除完当然是清除南边啊，人家都是照着计划来的，非常冷静啊。你看。这个以色列的幕僚讲说，瑞格夫他说我知道，他们非常清楚，他们很难做到这一点了，对，很难迁移啊。但是我就是继续要做。我明明知道平民会被杀害，
但是没办法，我们已经尽了我最。好，接下来看看国际消息了。APEC， 当然 APEC 外销转内销，也成为我们现在造势场合，民进党拿来这个宣传的一个理由。在拜习会之后，看起来，台海和平跟稳定，双方似乎有一定的讲法跟共识，至少是正面的消息。所以 APEC 结束之后，两个人见面哦，看看拜登跑过去跟习近平打招呼的时候，笑得很开心啊。那真的有这么好的成果，双方这么的欢乐吗？我们举例看，跟尹锡悦好了，在韩国的互动上面，习近平是很热络的但是跟加拿大的部分显然就不太交谈，很冷淡一点。习近平暗示要重启熊猫外交，对于美国来讲，就代表双方很多交流，包括军事上面的这个默契，还有民间的其他的可能的善意，要重启了吗？那么他说，并肩作战对抗日本，当时是2战发生的事情，现在中国也已经准备好成为美国的伙伴跟朋友。Kobe 美国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发言人说，欢迎中国做出来的决定。大陆外交部发言人毛宁说，中美关系大门一旦打开，就不会关上了哦。两国人民的友好事业一旦开放，就不会半途而废。跟先前讲的这种是不是独裁者这种口吻有一些不一样，显然双方是正在更好的方向发展。所以学者怎么看拜习会呢？他们认为，美国一旦被发现跟中国眉来眼去，盟友们跑去北京的速度会比美国还要快。所以习近平对于美国说了大实话，大国竞争解决不了中美两个国家之间世界所面临的问题。这个地球容得下中国，也容得下美国，所以不用要你死我活。所以美国在所谓的发现，如果全面脱钩中国的关系失败之后，接下来有其他的合作的模式正在重新展开吗？拜登的印太框架被形容是一场空吗？例如，印太经济架构被说跛脚，14个国家并没有办法在这一次 APEC 期间达成贸易协议。不过比较奇怪的是这个峰会本来原定下午3点半要开始举行的，拜登却迟到了1个多小时。这个迟到不是说一般人等，是14个国家领袖代表就在现场干等他，说是接了个电话，所以 delay 了什么重要的电话，让这么多的领袖代表一起等他1个多小时。然后到了合照时间，我们可以看一段画面，画面上可以看得出来，好像拜登又再度迷航了，到底要站在哪里？一下看右边，一下看左边，那旁边的其他的领袖也有点尴尬。其中还有一个画面突然就他伸手去跟旁边的印尼总统要握手，这个画面当时还吓到了隔壁的朋友下面警亭怎么突然这个反而是要合照，怎么回事？所以总之，拜登在这一次上所展现来的，虽然跟中国关系有一些善意的回应，但整体来说成果却是有限的。而习近平说要建立开放、活力、强韧、和平的亚太共同体还提出了黄金30年。那么在这个所谓的自由体制，可能有哪些国家一起跟他合作呢？日本、韩国、菲律宾这些多国领导人跟他场边会议见面之外，而中美日韩这4角关系里头，美日韩也在场边赶快开另外的场边会议，不过呢，只开了10分钟。那么岸田文雄特别强调，他已经接受华盛顿的邀请，即将进行国事访问，也是他上任之后的第一次。民调现在已经跌到蛮惨的这个时候是不是有办法一样外销转内销，挽回国内的民调趋势呢？而习近平在见了岸田文雄，在跟日本的首相见面完之后，有没有办法水产方面获得解冻？看起来好像是没有。新华社虽然说双方同意本着建设性的态度，通过磋商来找到合适的途径解决这个核污水的问题，但是显然他这个谈话里头也没有真的如岸田文雄所愿对于日本经济冲击仍然是很大的。亮哥在看这次 APEC 会议的时候，全球聚集，成果如何呢？现在已经落幕了。APEC 本来就这个很少做出有重大约束性的决议啦，它比较接近联谊会啦。联谊会。那因为亚洲已经越来越多，比如说 CPTPP 啦、RCEP 啦，那个是更有约束的会议嘛，还有金砖会议等等所以坦白讲，大家看的是它场边的高峰会啦。至于它的大会本身，大概都是一般性的宣言大概是这一类的所以大家会去观察到。比如说中国跟日本见面了然后中国跟韩国见面了，那你刚刚讲到说跟加拿大见面脸色比较难看，
事实上还有一个很难看的叫菲律宾啊。哦，也是。事实上，习近平就直接就那个非常明显的一个照片，而且是小马可是自己贴的啊，那表示习近平从头到尾大概都是那种表情啊，他就在跟他讲南海的问题嘛啊。那加拿大你可以看到，你刚刚有讲一句说中美关系一旦把门打开啊，那发现其他人跑得比美国快啊，因为澳大利亚总理就已经先去了嘛，他不只参加上海的进口博览会，还跟习近平做高峰会啊，所以澳大利亚跑得比谁都快啊，根本就跑在 APEC 之前。聪明的嘞。那目前已经看到英国也在酝酿了，因为英国即将让那个卡麦伦回来当外长，那他就是有名的跟中国友好的首相嘛，他当过首相啊。那他事实上卸任之后再搞一个中英投资小组，他是副主席耶。对，政策方向明确。所以我就讲白了，就英国也即将要跟了啦啊。那我坦白说啦，这如果不是日本卡到了核污水问题啊，日本跑得也比美国快啦啊。因为你去看当年尼克森去中国嘛，那日本第一个就跑去跟中国建交了，哇！那现在就是卡在核污水，所以中日之间就变得有点尴尬，卡住了啦啊。那他们好不容易通过一个决议说，我们会透过建设性的协商来处理啊。事实上还有另外一个问题，他也做了处理，就是对双方的出口管制，他要成立对话小组啊。因为日本对中国大陆半导体化合物做管制出口嘛，那中国大陆也对日本什么加甘蔗啦、石墨啦，对，还有稀土啦做管制出口嘛，对，所以双方要不要来交易，好好谈一谈啊？这个如果不是卡到核污水啊，我坦白讲，我认为会有一些成果，那可是就是卡到了核污水啊，就会比较麻烦啦啊。所以基本上我觉得是这样啦，就是为什么拜登很高兴？因为拜登得到他要的东西，就是军事对话沟通恢复了啊。那虽然说东南亚的防长会议，中国大陆去的级别没有那么高了啊，因为张又侠没有去啊。可是我认为未来一定会恢复啊。那这个就是美国要的嘛。可是这个大家必须要理解，就是说，你不要忘了习近平有讲一句话，他说你要落实不支持台独啊，那你要展现在这个不要武装台湾，他用的话是这样啊。不要。所以我觉得未来大家要去观察了，就是我们已经买的，当然军售是没有问题，你未来还能不能够买到？很多还没到货呢。不，那个是美国的问题嘛。是。我现在是说未来美国还会不会卖你更高规的武器？是。我认为就会受到一定的约束啦啊。那我认为这两个会有点绑在一起了。就美国如果在军售上让中国大陆认为你是在进一步武装台湾，那中美的这个军事沟通机制搞不好就立刻就断掉了啊。所以我们还要未来要再观察啦。不过你可以看到他那个商会的聚会，400多家企业来参与啊。那州政府的互动啦，各级的互动都已经开始恢复，无比的热络。所以基本上中美之间的互动一定是朝向正的方向了，大概是这样。是，将军也认为拜登已经拿到他想要的吗？在军事沟通管道重启。因为在这个会还没开始之前，大家都预测不会有什么重大的成果，那只是看谁要的东西比较急迫。那有没有看美国急什么？美国想什么？前面派叶伦啦一大堆人士去，加州州长去，他要的是什么？军控，因为乌克兰战争没完，以色列以巴战争有在打，这个时候。中国大陆最近半年的这个反抗的这个抵制这个抵近侦察手段越来越强硬了，就是说他的底气越来越足嘛。那美国又怕这个擦枪走火嘛，所以他希望能够建立热线电话跟军控，因为军控跟这个热线电话是防止小的冲突变成扩大变成战争，这是美国要的。但中国大陆要的呢，美国就含混以对了。中国大陆讲得很清楚，你反不反台独？美国没讲一个很模糊的啊，我尊重一中。那你尊重一中的内容到底是什么呢？那奥斯汀又在讲，我还要再做军售。那现在军售又可以跟大陆解释，我给他都是些手榴弹啊、机关枪啊、迫击炮啊，
那大陆也可能会接受。但是如果奥斯汀按照前面我们约的要买 M1 tank， 要买奥斯汀大炮，要买 F-16V 这些东西进来，那中国大陆他会认为你有诚信吗？但是中国大陆的收获呢？我们看起来好像中国大陆亏本啊，黄豆也买了，这个波音飞机也达成协议要买了，但是没拿到实际的东西啊。台湾为底线的事情没有达成，太平洋共同容得下大家，现在口气更大，全球都可以容得下大家。拜登没有明显回应啊，没有明显回应，讲的都是虚的，达成了什么气候那个协定，那都是小 case 了。所以现在拜登的成果还要看什么呢？后面这些部会首长还在谈的嘛，对不对？但是我并不乐观啊，因为拜登还在称他为独裁者啊，最后合照的时候把他放哪里？这是国际上很失礼的，他是全世界第2大国，你把他拍照相，我跟你讲，外交啊，照相位置、座次都是学问呢，对不对？而且你看他迟到1个钟头，可见你多轻视这个 APEC 这个会议啊。这全世界来了多少领袖啊，对不对？就是说他拿到他要的，拜登在庆幸这个，所以那个时候下台的时候方向又搞不清楚，他还在心里乐嘞，对不对？因为这个我觉得这次是美国获利比较多因为经济制裁不会停嘛。你看那个有讲，哎呀，各个国家没错，大一点的国家，澳洲、加拿大、英国还想跟中国做生意。日本拿了这4个条件去，中国会答应吗？钓鱼台旁边的这个标志要撤掉，表示说这个领土还有争议，是日本的。第二个，这个核子污水排水，你要相信科学的证据，中国大陆会听你这鬼话吗？对不对？第3个要终止对日本的这个军事演习，这4条根本中国大陆饭田就根本知道这个不可能成的啦。但是像美国表态，我就是你的这个101中权啊，我就是这样子。那韩国去谈话更扯了，4分钟，2个翻译插话，你能讲什么东西啊？所以这个东西啊，日本的这个美国的狗腿子，他还是走美国那条路。经济上各个大国都需要，迫于现实需要跟中国大陆有。习近平唯一真的收获是跟美国的商界领袖能够会谈，那个效应会扩大。委员怎么看这一次对台海的影响 ？APEC 会议，我是觉得从中美的角度来看都蛮正面的。第一个，习近平大老远的飞到旧金山，而且2个人会谈了4个小时，2小时，不，这个拜习会总共8小时换成4小时，换成就全部有4小时啊，基本上就是代表一种缓和，一种融冰啊。而且美国对拜登明年就要选举，对他当然是对他选举有帮助。对中国大陆的帮助是什么呢？军事恢复的这个对谈，我换来的是别的国家不要对我抵制啊。美国用什么印太联盟，不就是想要干嘛？就围堵中国大陆吗？至少这个力道就会比较小。我想这2个国家永远会站在竞争的角度上，我不敢讲敌对了，原来是敌对，现在感觉上在竞争，因为大家都在抢世界的老大。不管是在 GDP， 去年美国的 GDP 是23兆美金，中国大陆是18兆，18兆是什么规模？日本、德国、法国、英国加起来都还不到18兆，所以中国大陆是跟美国是非常非常强烈竞争的2个国家。这2个国家的缓和对世界的和平有没有帮助？是有的哈。我现在要讲一个重点啊，习近平第一次讲出来了，2027、2035，没有人跟我讲我要打仗。大家回想2027、2035是谁讲的？美国的一些军人、退伍的军人，或者美国的这个参众议员的议员。那些军人或者是他们是为了要拿到军事的预算嘛？就我营造了多么恐怖。事实上，
民进党就拿这个当芒果干来做选举。我是台湾跟大陆还是会存在问题。第一个，你不要跨过那个红线，随时会开打。第二个，中美在竞争的时候，麻烦不要拿台湾来做棋子，这很重要哦。接下来看看中美的对抗，其实当然也还没有结束。例如来看看美债抛售就知道了。谈了半天，军事沟通管道是恢复了，当然对军事还有科技的管制也并没有停手啊，所以中国再度减持美债。美国财政部公布了9月国际资本流动报告，告诉大家，美国前3大的海外债主啊，日本、中国、英国都当月继续减持美债，所以跌到5月份以来最低的水准。中国从规模减少了273亿美元，连续6个月减持，那么目前降到7780亿美元，等于是创2009年5月以来最新低。透过这样子减少美元外汇的方法，当然也在展现它的实力，希望独立于美元体系之外，在中美对抗也是一种避险的方法。但人们越来越不相信所谓鲍尔鹰派嘛，什么意思？就是说现在在公布了几个包括 CPI 等等数字哦，显然要再升息的可能性不高了吗？尤其中国央行持续增持美黄金储备，连续12个月买进了，整个市场的情绪朝向不会再升息的这样的方向在迈进的时候，来看看好吧，那双方的基础建设怎么样呢？中美来高铁比一比啊，最新的消息是，看看画面啊，有个时速1000公里耶这样的磁浮的新高速低真空管道磁浮列车完工了。看到这个画面上是首条全自主智慧财产权的磁浮试验表，这个车呢，据说呢最高可以时速高达1000公里哦。那在这个画面上可以看到这个相关的速度跟设计几乎是前所未见。这个第一期啊，在试验第一期主体工程已经全部完工了，是目前规模最大的超高速低真空管道的磁浮交通系统，马上就要上路了。那看看在这样大陆输出的海外第2条的高铁哦，2年后也即将在欧洲也要通车喽。继亚万高铁341公里的速度，匈塞就匈牙利到塞尔维亚铁路也将要2年后通车了。对比一下美国的加州高铁在好莱坞伯班克机场准备要建造这个他们期待蛮久的500英里长的高铁哦，2033年完工。那么同时呢，最近因为这个事情已经暴涨物价，成本从450亿高涨到1000亿。这个时间往后延，那预算数大幅的飙升，让我联想到我们汐止基隆捷运线好像有这种问题，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够盖完。美国高铁落后时速才201公里吗？而且上路的第一天就撞死了人哦，引起了双方很多的比较。那到底谁优谁劣，大家就看得很清楚咯。那相关于在美国看看现在除了这个高铁啦、基础建设底下以外，民间呢对于经济的抗议也非常的密集。为什么？因为经济对于民间来讲压力非常的大，贫富差距太大，同时税金如果花在基础建设上不是很好吗？却如何维持他们的游艇运作？这样很酸呐、就是说，波士顿华盛顿的这个高铁只有这么1条而已。那全球基建排名，中国第2，美国第14。拜登要怎么领导世界呢？那当然，现在加州的民调表示，拜登的施政不满意度已经首次高于50%，而 Berkeley 的加大的政府研究最新调查，52%的选民不满意拜登施政，只有44%认同。想办法一样选战手法吸引年轻选票，他们团队开始想啊，我们是不是也要开始争取年轻选票的支持，要去开 TikTok 的粉专这个影片来账号来吸引年轻选票，但没有忘记过去曾经美国政府要求禁用 TikTok， 甚至还要做，因为对于国安威胁啊，要做他很多的管制啊，很多的限制啊，要求他退出去。就现在搞不好他自己竞选团队都准备要开 TikTok， 这也显示了美中在现在对抗的情况之下，各自所展现的完全不一样的风貌。亮哥，这个 TikTok 你如果去调查18岁到34岁啊，那事实上认为有安全顾虑的就不到10%。这个就是他的问题嘛，所以拜登的问题他就卡住了啊。那最近当然是因为以巴冲突嘛，那他对这么多平民被惨杀啊，然后始终拿不出办法来啊，
所以导致非常多的年轻人就是对拜登失望，实际上导致民主党大分裂了，因为民主党是一个多元族群的政党啊，所以共和党没有这个现象，民主党非常明显啊。那拜登的在民主党内的支持率已经低于70%哦，这个蛮危险的。然后在上次的6个摇摆州，他都赢了，现在输5个，所以眼看大概明年选举就完蛋了，岌岌可危。所以不知道他要如何调整啊。那事实上这个基建呢，他不知道讲过多少次了。他上次还拿说美国要编多少钱啊，要盖基建啊，到现在连一个案子都还没发包。他那个时候是说要编6000亿美元啊，到现在没有看到任何一个案子啊，所以你就可以知道，不止他内部的基建的包商，因为长期没做嘛，全世界排前20名的美国没有一家对，哦，中国大陆占14家，欧洲占6家，所以你这怎么弄呢？光是基本的技术能力要什么回到美国，就是都外移了太难啦，不然就是跑掉了。他或者他不认为这个要自己做。甚至还影响到他的军舰的制造，因为他的造船业根本都跑光了，所以现在整个造船业不是在中国就在韩国啊，这个大家都知道啊。所以美国这个是我们可以说是长期积累的沉疴啦。那他现在就只会吹牛啊，那吹牛了，结果做出一条只有210公里这样的时速了，这个就是变得很可笑啦。事实上，美债卖的不是只有中国啦，如果以这个最近的这个9月来看，中国卖273亿啊，事实上是排第3呢，卖第1的是日本啊，因为日本要救自己的日元啊，它贬值到这个样子，你还要叫日本买美债，怎么可能呢？所以日本是卖了290多亿啊，那排名第2的叫英国啊，2个都是他最重要的盟友，所以这里就意味着人家就是认为你美债还会再跌嘛。那这个跌当然就是人家认为你可能还有一次升息啦，所以人家就觉得，坦白讲就是对鲍威尔就是一下阴一下歌啊，一下说升息大概要结束了，要进入降息循环，实际上有一堆人就因为这样去买了10年期美债。前阵子大涨也是因为这样啊，对。不，台湾也一堆人去买，对，就认为美国即将进入降息循环，结果迟没有开始啊，所以就继续跌啊，就是这样。美债如果进入降息循环，不，美国啦。美债真的有机会升啊，可是就始终没看到楼梯有人走下来啊，就这样啊。好的，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众所瞩目的 APEC 结束了，那么中美双方的温度似乎是降温了，至少没有那么的危险的感觉。但相关的讯号，包括中国抛售美债啦等等的竞争，仍然持续存在。所以这个我讲嘛，这是 APEC 这个会啊，是双方是需要制造一个氛围、气氛，是中美现在和缓，骨子里的斗争没有停过。而且拜登还很不耐烦把这个戏演到完美嘛，既然是和嘛，那你至少拍毕业照的时候应该把习近平放到边嘛。第二个，在那个花园呢，纯粹是摆拍呀，两个人一路走来，翻译官没有来，难道是拜登的中文很好，还是习近平的英文很好？那纯粹是摆拍嘛，所以这个东西各取所需，我们不能算他是谁赚谁不赚，当然各有各的目标嘛。习近平来讲，看起来账面上好像橄榄枝也先递了，收到的东西也不如预期嘛。台湾问题没有一个明确，对不对？这个橄榄枝，台湾这个反台独一句话没有嘛，还是老套一中嘛，尊重一中。那下面就是说，习近平要的是什么？他早就讲了，我不相信你这个政府了，你拜登最长还有1年。能连选连任呢，那也不过是后面4年，这么大年纪。我看的是民众、商人，因为美国的商人跟全世界不一样，美国的商人不太受政府的节制的，因为政府拿他并没有太大的办法。你像马斯克在中国，他有这么大的生意嘛，上海进博会去这么多商人嘛，所以他对台湾跟对美国的手法都一样，我争取的是民众。
而不是你的政府，而不是台独的政府，也不是美国的政府。第三个基础建设，我跟你讲，第一个要资本，第二个要技术，技术很重要，对不对？第三个你要有条件。是美国我们去很多次啊，地大物博，那个美国人习惯开车啊，你搞出来的高铁比汽车快不了多少。那到了高铁站下车，我还要再租车，对不对？所以美国人从他开国的时候是骑马骑惯了的，跟他开车的习惯是一脉相传的，所以技术也差。中国大陆的高铁可以在云贵高原里面穿山过谷啊，对不对？美国没办法，开一条还撞死人。这个所以基础建设资本也不够，技术也不够，意愿也不够。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后来台湾的蓝白合还在炒民调，不过在美国的加州民调倒是对拜登来讲已经是史上新低了。拜登平常讲，他这几年呢乏善可陈哈。第一个这个他的 CPI 就是物价通膨指数高居不下。第二个，他的美金的升值，表面上看到这个他好像股市还不错，实质上它是内伤哈。再看呢，刚才谈到了所谓的拜登自己讲，美国的基建呢，现在的不是说基建的能力，而是基建的成果，现在排世界第14位。中国大陆只做了不到40年了，排到世界第2位。刚才郭正亮讲说，全球20家公司，有14家排名是属于中国大陆的。他讲六家是欧洲，不是，其中大概有1家半到2家是属于日本的。欧洲大概是4家到4家半，是主要做什么工程？是基础建设。老公也是拿这个东西来做基建的外交，他的外交在拉丁美洲啦，在这个尤其是非洲、欧洲那个东欧都非常顺利，靠着基建的能力，港口、机场、高速公路、轨道，好，这个是美国平常讲在基建的这种能力啊。节的后退，造船军事它的武器生产的能力，比2次世界大战它在全球所扮演的角色快速的落后啊，所以说美国人的骄傲已经慢慢的不在了啊，现在就靠着美金、靠着钱、靠着枪来胁迫人家。可是当这2个能力急剧有人在跟他竞争，也就相对它下降的时候，美国的光荣还会存在吗？